中超速，请控制车速。老婆，这里是限速区，你开得太快了。裴成，你还记得我的初恋江景吗？他昨天自杀了。什么？是你害死了江景！如果你当时答应我给江景生个孩子，他也不会死。我恨你！老婆，你冷静点。放开！江景死了，我也不想活了。裴成，我要你们全家给江景赔葬！老婆！老婆不要！老公，我要给江景生个孩子。这是1年前苏荷提出要给他的初恋江景生孩子的那天，我重生了。江景妈妈是我的恩师，如今她病重，医生说她活不过1年。江妈妈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要抱上一个孙子，江景实在找不到人，所以……老婆，别说了，我答应你。你是说你同意？当然同意。上意是我因为太爱你，加上担心你有心脏病不能怀孕，所以强烈反对你为江景生孩子。想不到最后你竟然把江景的死归咎到我身上，不仅拉上我，还让我全家一起为他陪葬。裴成，江景死了，你也不配活，你们全家都不配活。苏荷，既然你这么想替江景生孩子，哼，那我就成全你。老公，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呀？听懂了，老婆，我知道江妈妈对你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她，你也不可能来这里上大学，更不可能嫁给我。所以她也是我的恩人。你想要完成她的遗愿，为她的儿子生一个孩子，我当然不会阻拦了。你能这么想，实在是太好了。你放心，我和江姐都商量过了，选择试管，我们2个绝对不会做背叛你的事儿的。不过孩子要上江家的户口，所以我得先选择跟你离婚，再跟江丽结婚。没关系，我会让人准备好离婚协议，只是这离婚冷静期需要1个月的时间。江妈妈现在病得这么严重，你和江景现在就可以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太好了，老公，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吗？介意，当然介意。这个世界上哪会有男人不介意自己的老婆替别的男人生孩子这件事儿？况且我曾经那么爱你，害怕你有心脏病怀不了孩子，我还为你做过结扎手术。裴董，裴夫人有非常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一旦怀孕将会有生命危险啊！老公，我不想死。老婆，你放心，我会为你去做结扎手术，保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怀孕。你放心，只要你想做的事情，我都会支持你。不过，我就是担心你这个身体能不能撑到孩子生下来，所以你一定要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太好了，江姐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很高兴的。我现在就找她做试管。李达，帮我查一下苏荷跟我结婚的这5年都在干什么。是，裴总。
苏荷，上一世我全家被你害死，这一世我要你付出代价。裴总，医院那边已经证实了，夫人已经怀孕1个多星期，并且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这是我们的人拍到的，夫人与江景出入酒店的照片。和欺人太甚！怀孕了1个星期，这么说，上一世苏荷向我提出要跟江景生孩子时，就已经怀孕了，只是后来看我不同意，就偷偷流产了。裴总，据我们调查，江景这个人沉迷赌博，并且欠下500多万的高利贷。难怪上一世江景在自己的母亲去世后不久就自杀了，原来并不是因为孩子，而是被高利贷逼死的。裴成，江景是因为没有孩子才死，他死了，你们也不配活。把这些证据交给何律师，顺便让他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是。我进去，我怎么肯定在办公室呢？我们老板真不在。你看，苏耀祖，你来干什么？你看，我姐夫在吗？小骗子！姐夫，你来干什么？姐夫，我有个好事要告诉你。看这个。姐夫，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你看，节后股市将迎来波报酬，如果预测错，我直播吃。很多兄弟让我冷静一点，你知道我等这次牛市等了多久吗？我等了1辈子。姐夫，牛市来了，我们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样，姐夫，你给我拿500万，我去开市，到时候赚钱了，我们3期开。冷静不冷一点，兄弟们，给我全操猛干！这个苏耀祖仗着他姐是苏荷，3天2头的找我要钱。我记得上一世他在今天找我要了500万拿去炒股，结果不仅血本无归，还倒欠了银行1000万，最后还是我给他擦的屁股。耀祖，这确实是个好机会啊，是吧？不过呢，我这公司啊，最近刚进了一批新的设备，倒是有几笔过桥资金，但是呢，最快也得20天啊。哎，对了，我去年不是给你们家买了一套别墅吗？要不然这样，你先去偷偷的把房子卖了，等赚到钱了的时候再赎回来。这一波牛市，100年难得一遇，机不可失。姐夫，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波能赚钱？行，我今天晚上去把家里房子给卖了。苏荷，花在你们家人身上的钱虽然要不回来了，但是我也不会让这笔钱落在你们苏家身上。老公，我怀孕了。我听说试管怀孕至少要2个月的准备期，而且这个孕特别低，你怎么这么快就怀孕了？嗨，是因为我之前闲的时候做过试管嘛，所以这次就跳过了准备期。老公，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今天约好跟闺蜜一起庆祝的，我今晚就不回去睡了啊。好，那你。苏荷，你把我当傻子耍，难道就真的不怕遭报应吗？
老公，你看，我真的怀孕了。太好了，没想到这一次的试管这么成功。你知道的，我有心脏病，现在又怀孕了，我想在家好好休养休养。没问题，进来吧。裴导，夫人，这是我给你请的全国最专业的医疗团队，有他们在啊，你肯定可以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的。老公，你对我可真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江景妈妈现在病得很重，她想看江景结婚的场景，我想答应她，可以吗？可以呀。老公，你对我太好了，什么都会答应我。不过老公，这结婚需要用钱，你看江景都失业1年多了，他妈妈又病得那么重，不如结婚的钱我们出，结婚的钱我们出。苏荷啊苏荷，你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也就算了，现在就连你们办婚礼的钱也想让我出，我看你真是把我当傻子了。可以吗？这个钱啊，我出倒是可以，但是公司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钱不够用，况且股东们又在盯着资金的运转，我这帮你请了一个医疗主任，已经预支了一大笔了，这钱实在是没办法动了。那怎么办呀？江景现在又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哎，不如这样，你让他先去借一笔钱，等到咱们2个假离婚的时候呢，我想办法多分点财产给你，这样那帮股东也不会说什么，到时候你再把钱，然后让他去还上。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裴导，借也不说完。裴导，由于夫人有先天性心脏病，我们对她的身体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发现她生孩子的风险很大。如果强行要生，可能会一尸两命；如果不生，也要尽早流产，否则夫人也会有生命危险。那就给我用最好的设备，吃最贵的保胎药，无论如何都要把孩子给我保住。可这……是苏荷，你那么想给江景生孩子，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让我们恭喜这一对新人！裴总，您确定要这么做吗？裴导，裴导，夫人现在怀孕4个月了，身体各项机能都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我担心很可能撑不到生孩子那步。那他还可以流产吗？来不及了。如果现在流产的话，死亡几率也在70%以上啊。好，李达，把苏医生的违反记下，然后终止聘用。是。裴总，如果现在解约的话，不然他很可能会……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李达，帮我送一下苏医生。苏医生，请。苏荷，咱们签离婚协议吧，要不然你跟江景的孩子没法上户口。枉撒了这么久，也是时候把账算清楚。老公，苏荷，我想了一下，为了能够让你跟江景的孩子上户口，咱俩还是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对，得赶紧签了。潘生，你这里是不是写错了呀？咱俩离婚，财产不应该1人1半吗？你这怎么1分钱都不给我呀？
咱俩不是假离婚吗？这个协议就是赌过程，分不分财产的什么关系？莫非你们两个是想拿着我的钱跑路啊？嗨，海城，瞧你这话说的，我只是觉得咱们凡事应该算清楚一点嘛。好，那咱们就算清楚。你婚内出轨，我让你净身出户，没毛病吧？你婚内出轨，我让你净身出户，没问题吧？阿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给江景生孩子的吗？这怎么能算出轨啊？我是答应过你，可我答应的是让你们做试管移植，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让你们两个人自然受孕。你们两个人背着我都睡在一起，如果这不算出轨的话，那什么才算出轨？哦，对了，我这里有一份你的孕检单，上面显示的日期是我答应让你给江景生孩子之前你就已经怀孕了。我要是没有说错的话，你们这对狗男女早就搞到一起了吧？不是，裴先生，你能不能有点素质，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啊？现在嫌我说话难听了，你们做这些龌龊事的时候，怎么就不嫌难看呢？想要素质啊？对不起，对待你们这种没有素质的人，我只会说没有素质的话。够了！裴成，是你答应我给江景生孩子的，我什么时候生怎么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心脏又不好，你忍心看我遭这种罪吗？我现在还怀着身孕，正是用钱的时候。你今天说什么也要把一半家产分给我。那我要是不分呢？那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假离婚分一半财产都是我们之前说好的。江景为了婚礼已经借了一大笔钱了，他借的钱怎么办？你说过的话怎么能不算数呢？我是答应过要跟你分家产，不过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背后搞的那些恶心事儿。至于他借的那些钱，就让他自己慢慢还吧。可江景都失业了，他怎么能还得起这么一大笔钱呢？那我就爱莫能助了。但是如果你还想靠着离婚这件事情分走我一半家产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早点死了这条心吧。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行，不给我钱是吧？那这字儿当年不签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不跟你离婚，我就还是裴夫人，裴家的钱我就有权使用。既然你要撕破脸，那我也没有什么情分好跟你留的了。让我们恭喜这一对新人！李特助，重婚罪判几年来着？根据法律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不和，我还给你准备了很多备份，你不签，我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你重婚。裴成，我说你之前怎么什么都答应我了？原来在这儿等着，真无耻！论无耻，我跟你们两个比起来还差得远呢。苏小姐，签不签，你自己看着办。喂，是赵律师吗？等一下，我签。裴成，你既然把事情做这么绝，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了。从今以后，你休想再让我回到你身边。裴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好男人，我才把苏荷让给你。
我没想到你城府这么深，我真后悔把他让给你。你放心，以后有我照顾他，你这辈子不会再遇见这么好的女人。好，那祝他也早日给你戴上绿帽子。裴成这个王八蛋，居然这么对付我！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啊，才会嫁给他。好了，宝贝儿，别生气了，小心动胎气啊。江姐，还是你最关心我。我现在跟裴成离婚了，以后就只能住你家。这可以是可以，但是咱们结婚借那些钱，那些要债的早晚会追上来的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这些年攒了一些珠宝首饰，就放在裴成家。等我把这些都卖了，一样可以帮你还钱。裴成，别以为没你的钱我就活不下去，离开你，我只会过得更好。宝贝儿，这些都是你的呀。那当然，等我们把这些都卖了，不仅能还上我们借的钱，剩下的还够我们撑一段时间呢。别看了，这还有更好的。别愣着了，跟我一起装呀！虽然很舍不得，但为了你和孩子，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陆小姐，这些东西您不能拿走。滚开！我拿我自己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拦我？我想苏小姐可能是忘了，这些东西都是您和裴总结婚之后裴总卖给你的。按照法律规定，这些东西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您是净身出户，所以您无权带走。如果我说我非要拿走呢？不好意思，那我只能以入室盗窃报警。由于您带走的东西价值巨大，到时候您可能会面临20年以上的监禁。那我跟裴成结婚之前的东西呢？那些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总可以拿走吧？当然了，我已经派人帮苏小姐把东西都找出来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完全可以带走。什么态度？怎么只有这些垃圾？我的珠宝，我的首饰呢？我想苏小姐应该是怀孕之后记性不大好。当初你嫁给裴总的时候，一穷二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谈什么珠宝和首饰？宝贝儿，没事吧？裴成，算你狠！我们走。等等，苏小姐，这些东西您还要吗？不要的话，我可当垃圾扔了。不要！去送送苏小姐。是。慢点。宝宝，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裴成这个王八蛋，为了挽回我，他真是煞费了心机。不过他还不知道，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我偷偷的给我妈和我弟塞了不少钱。只要咱们把这些钱要回来，一样够我们一家3口生活。好，把我手机给我。哎，哎姐，哎，
耀祖啊，哎，我有事。姐，我刚要给你打电话，你来的太及时了。我前段时间炒股，把妈的积蓄，还有咱家房子，还有亲戚们的钱，全都砸进去了，现在都拿不出来了。你赶紧给我转100万救急，要不然咱家别墅就得被拍卖，到时候我和妈都得睡大街呀。说什么？你说什么？裴总，苏小姐果然来家里了。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什么东西都没让她带走。不过苏小姐一气之下在门口晕倒了。您要不要？你什么都不用做，江景会把她送到医院的。你做得很好，我会给你加工资的。谢谢裴总。哼，苏荷，别着急，现在好戏才刚开场。小姑，出大事了，钱全部套死了，这下都堵家门口了，你瞅着给我咒着。你赶紧给我拿500万，要不然你小舅子就要让人打死了。行了，别演了，我没钱，帮不了你。没钱？你真有没意思啊，姐夫！你真当我什么呢？那财经新闻都报道了，说咱们公司最近势头大好，怎么可能没钱呢？我看你是我亲姐夫，我才管你要钱呢啊！你别不识好歹。我已经不是你姐夫了，钱呢，去找你新姐夫要。我已经不是你姐夫了，钱呢，去找你新姐夫要。一本协议书，你别闹了，姐夫！全公司谁不知道你是我姐舔狗啊？爱的死去活来的，你舍得跟我姐离婚？开玩笑了。哦，你想用这招把我打发走，可是我不吃这一套。快赶紧给我转钱，要不我告我姐了啊！你去找天王老子也没用，我说了没钱，那就是没钱。裴成，胆儿肥的啊，敢这么跟我说话？你信不信我给我姐打电话告你状？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难道真和我姐离婚了？这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跟我姐离婚呢？白纸黑字，我们已经离了，我是不可能给你钱的。赶紧给我滚！净身出户！裴成，你什么意思啊？1分钱不给我姐，我姐白给你过这么多年，我不管！离婚，你必须分我姐1半财产，要不然我跟你没完！或者你帮我把炒股的窟窿堵上，我心情好，就劝你俩复合。我屋里有个精神病，一直在问我要钱，赶紧过来把他清理出去。精神病？哪有精神病啊？把他给我清理出去。哎，姐夫，你放手，那是我姐夫。哎，姐夫，哎，放开我！姐夫，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许苏家的人再进公司。他是怎么进来的？裴总，是苏小姐当保安队长的二舅放进来的。名单上这些人都是您和苏小姐结婚这么些年，苏小姐通过您的关系往公司里安排的亲戚。这么多，想不到上一世的我竟然能容忍这么多苏家人在我身上吸血。明天一早把名单上的这些人从公司给我全部清理出去。是。苏小姐，我们第1阶段的合约已经到期了，如果您不再续约的话，我们将要终止对您的服务了。什么？不行，没有你们，我和我的孩子怎么办？那您的意思是要续约了？这么贵？
医生，我现在拿不出来这么多钱。那不好意思，我们也只有爱莫能助了。医生，医生，医生，宝贝儿，一定是姓裴的搞鬼，他为了挽回你，真是不择手段啊！李成这个王八蛋，我这么好心跟他在一起，他居然这么对付我。他把我拉黑了，他就不怕我再也不理他了吗？你要不理谁？你要不理谁？妈，你怎么来了？你个死丫头！我要是再不来，指定闹出多大的乱子！走，跟我去裴家给裴成道歉！我儿子，反了你了，连我的话你都挡不起！哎，那个，和不想去，您就别勉强他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来管我们家的事？妈，他就是我姐那个相好江景，就是因为他，我姐才跟裴成离婚的。好啊！我说这个死丫头怎么突然抽风了？放着好好的裴家豪宅不住，还跑到这个破地方来受罪。原来是你搞的鬼！我打你！哎呀，大汉吧！哎呀！哎呀！你这个滚滚撒泼男！告诉我，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妈，你怎么来了？妈，你这种贱人也配有妈？我以为你是被丢在荒山里没人要的野种，连自己的儿子出去勾引别人老婆都管不住，难怪是个病秧子，还不如早点死了才好，省得浪费医院的这些设备。妈，你怎么能这么说江锦妈呢？江锦自小没了父亲，都是江锦妈给拉扯大的。现在江阿姨得了绝症，你还这么说她，你还有没有同情心？我凭什么同情她呀？她年轻死了老公跟我有啥关系？你看她教育出来的儿子就这个样子，指不定她老公怎么死了，说不定就是偷野汉子被气死的了。呸！这母子俩是一路货色，我隔着大老远都闻到他们身上一股骚味儿。你胡说，我没有，你血口喷人！哎呦呦呦，说了几句就受不了了，你哭天抹泪的，演给谁看呢？够了！我警告你，再敢说我妈一句，我跟你不客气！不客气？你不客气个，给我看看！哎呀，你个当三哥的，你动手我妈我看看！勾引别人老婆，破坏别人家庭，你还有理了？来，大家都来看，哎，都来看！都来看看这对不要脸的母子，当妈的年轻时候不知检点，出去偷野男人，克死自己老公，到老了教唆自己儿子勾引别人老婆，当小三吃软饭，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还得了绝症，点死了才好。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啊？这太不要脸了！这个女的呀，我认识，好像是个老师，没想到竟然是这。嘿，这种人也配当老师啊？哪个学校敢聘请？不怕教出一窝子的狐狸精？幸亏啊是得了绝症，不然不知道毒害多少学生呢。不丢人，是不是？是不是？阿姨，对不起，都是我爸胡说的。苏荷，我和小景他们哪儿对不住你了？你为什么这样害我们？是裴成，一定是裴成让我妈这么做的。他肯定是不甘心我离开他，所以才让我妈过来诬陷你们的。裴成这个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裴成这个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你是我谁呀？你个赔钱货！你出轨还有理了？跟我一起去裴家，给裴成道歉！哎你妈气的！快走！走！我不干这！走！你放我！你放我！给我好好表现！妈，姐夫来了！哪儿？姐夫，是你们来干什么？裴成，你别装蒜了，当初不是你要跟我离婚的吗？
那你又让我妈去江景的医院闹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你要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挽回我的话，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很恶心。这丫头，别再敢胡说！小陈，你跟和和的事情，耀祖已经告诉我了，都是那个叫江景的家伙搞的鬼。我们已经替你收拾过他了。那个和和他已经保证了，再也不联系你，就原谅和和吧。就是啊，姐夫，我妈在医院把那个江景还有那个病鬼老妈骂得狗血淋头，她保证以后再也不骚扰我姐了。说什么呢？小陈，男人嘛，大度一点，夫妻过日子难免不吵架。这床头吵架，床尾就和好了，你就原谅苏贺了吧。就是。是啊，小陈，那和和都已经坦白了，他跟江静是清白的，他们俩什么都没发生。既然妈已经替你出气了，你就大度一点，别生气了，就跟和和去复婚吧。我不生气。你看，还是我姐夫好。但我也不可能跟他复婚。小陈，你是个男人，男人就应该包容呀。他们俩什么都没有，你怎么还斤斤计较呢？什么都没有？你确定？那苏荷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那苏荷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裴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们不是说好这件事情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吗？我觉得你妈还是要有知情权的。阿姨，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当初跟我离婚，就是为了给江景生孩子。你们也别劝我再跟她复婚了。我觉得你们还是赶紧劝劝她，把孩子打了吧，要不然我怕她后期身体扛不住啊。什么？他说的真的假的？妈，你听我解释。我跟你是活腻了，你有心脏病还要怀孕，你怎么不干脆去死了？我就没有做母亲的权利吗？那也不能随便给孩子找个野爹。小陈这样有钱人你不要，偏偏要去找那个穷鬼。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江景，他就是怀才不遇，他要是有机会的话，肯定被裴胜抢。他妈的30了还怀才不遇，哭！小陈，小陈，你放心，我们已经把他肚子的野种打掉，你就原谅他这一次了，不要跟他离婚。你凭什么认为我还要一个怀过别人孩子的女人？你凭什么认为我还要一个怀过别人孩子的女人？行，就算你要离婚，你也不能1分钱不给我女儿吧？我女儿嫁给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按照法律，就算她出轨，你也不能让她净身出户，你也必须分给她一部分家产。就是啊，裴成，我姐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当初可是你死乞白赖说让她嫁给你的。我姐除了出过轨，也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嘛。你白嫖这么多年，1分钱也不给她，这也说不过去吧？耀子说的没错，裴晨，你今天要不和和复婚，要不分一半家产给他。我要是都不选了，这份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可是苏荷亲自签的。你们现在又来找我要钱，不觉得可笑吗？这个协议真的是你签的？你个死丫头，离婚有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家里人商量？耀祖炒股，全部的存款都赔了进去，要是再拿不出来钱，我们全都要洗大钱，你知道吗？睡马过也是苏耀祖害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钱，你找他要啊！你敢他妈顶嘴呢，我打死你！你送上，你送上！就跟你。哦，对了，我一开始没打算离婚的，是苏荷主动提出来的。她说她要给肚子里的孩子上户口，这个孩子必须姓江。好，
你这个赔钱货！老祖，肚子里严重大掉。好嘞，妈。我求求你了，别打了，我的孩子要保不住了。赔钱货，你少在这里装可怜。教主，别停，继续打。他肚子里严重大出来了。别打了。小陈，你看我已经让药祖替你出气了。虽然之前是苏荷对不起你，但咱们抛开事实不谈，你也不是没有一点错嘛。你现在还小，你不知道原配对于一个婚姻有多重要。这离婚是2个家庭的事情，不如让我跟你父母谈谈。不用跟我的爸妈谈，去跟我的律师谈吧。不过我也奉劝你们，不要白费力气。如果你们从我这里能够拿到1分钱，那我就不姓裴。会长，你做事不要太绝。当初是你说的100年一遇的牛市，我才拿大家的钱去炒股的。现在赔了钱，你想全身而退，门都没有。今天不把钱还回来，我们跟你没完。就是，要不是药主说你一看好这波行情，我怎么可能借钱给他去炒股呢？你赶快还钱给我吧！这么大公司老板，自家亲戚的钱都要骗，脸都不要了，赶紧还钱，要不然我们跟你没完！赶紧还钱，还给我吧！无业吗？这里有人闹事，赶紧过来！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带走！裴正，你给我听着，今天这事我们没完。香姐，宝贝儿，你怎么样了？孩子3时是抱出了，但医生说，要想把孩子生下来，至少还需要150。什么？那个，我妈那儿倒是有80多万，但那是她做手术的钱。再说了，那些钱也不够，是不是啊？香姐，你放心，我不会花你妈的钱的。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不仅能报复裴成，还能赚到把孩子生下来的钱。大家快来看看呀！裴成，他不是人啊！我有心脏病，他还替我生孩子。等我怀了这么久了，他又觉得孩子不健康，不想要了，设计让我净身出户啊！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希望大家帮帮我，帮帮我！这不是裴成太太吗？他们离婚了？她早就不是裴太太了，你不知道吗？最近苏氏所有的关系户都被开除了。这么大的肚子，裴总也忍心离婚？难道裴总外面有小三了？哼，我觉得呀，那可不一定。我不奢求这个渣男能回心转意，我只希望在大家各位网友的见证下，我能要回我孩子的抚养费，我会好好生下我的孩子。裴总，不好了，陆小姐开直播骂您，都上热搜了。苏小姐现在把事情闹得太大，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是您抛弃了她，
合作商那边电话都打爆了，您说我们是不是要先报个警？不用，什么都不用做。可是合作商那边怎么办？1个月，告诉他们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一定可以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还有人继续纠缠，那就跟他们讲合作关系。是，苏荷，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再陪你玩玩。裴成，你现在还觉得自己做的对吗？你看现在网上多少人骂你啊！这样吧，你如果把钱给我，我就把视频删了，怎么样？白日做梦吧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给你钱。裴成，你知道我现在在网上有多火吗？好多公司都在找我直播带货。哎，现在带货主播多赚钱，不用我提醒你吧？我是看在咱俩之间的情谊上才……那还真是谢谢你了。不过，我不需要。好，裴成，我告诉你，我现在粉丝有几十万，他们会给我撑腰的。而我和江姐借的钱也马上就能还上，我们一家3口马上就能过上幸福的日子了。而你啊，就等着被网暴吧。我要你的公司破产倒闭，我要让你爸妈没脸出去见人。苏荷，你真以为靠着恶意剪辑和伪造的文案就可以只手遮天了是吧？你的那帮粉丝还不知道你出轨的事情吗？你现在的流量是怎么来的？你心里真的没点数吗？我就算说的夸张一点又怎么样？我怀孕被你赶出家门，那也是事实，你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再说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你丢人，你难道就没想过我为什么愿意给江景生孩子，不愿意给你生啊？那是因为你贱。裴成，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愿不愿意赔钱？我还是那句话，想要钱没门儿。好，那既然如此，你就别怪我不留情面，咱们走着瞧。裴总，我们真的不要起诉他吗？不用。苏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你不懂吗？既然你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那我就容你把事情再搞得大一点。我正好想看看你是怎么被自己亲手击血的水花淹死的。主播，哎，波波，你说咱们这么造谣裴成，如果他生气了，会不会曝光怎么样？他要敢曝光，早就曝光了。裴成这个人死要面子，被戴绿帽子，这么丢人的事儿，他肯定不敢说。是。哎呦，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哦，对，你看。这是我们上次直播赚到的钱，足足有90万呢。这次直播间的人数比上次还要多，再加上我跟各大品牌方的签约费，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赚的肯定比裴成多。各部门注意啊，还有3秒钟开始直播，3、2、1，开始。裴成这个混蛋呀，知道我有心脏病。他又是孩子，后来他又觉得孩子不见他，又把我净身出户呀，丝毫不在意我们。3、2、1，上链接，大家来看啊，这一款奶粉。发生了什么？怎么会这样？这怎么回事？收到。苏荷婚内出轨，初恋江景，刷裴成的钱办婚礼，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江景的。怎么会这样？家人们，苏荷出轨的男人找到了。就是病床上这个老太婆的儿子，我看他能教出这样的儿子，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我妈，你还知道丢人呢你？想要孙子，让你儿子勾引别人了，真不要脸！不是的，你胡说，
就是，还人民教师呢，难怪会生出苏荷这样的女人。这样的人还人当教师，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妈，对不起你，妈。小姐，你别走，我肚子好痛，你抱抱我。苏荷，你别演了行不行啊？我妈都被你害成这样，你还嫌不够吗？你还想怎么样？非要我妈死了你才满意吗？啊？没，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想多赚一点钱，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更好。行了，你要真想赚钱，你就不会开这什么狗屁他妈直播。你明知道开直播造谣培成会引来他疯狂的报复，可你还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你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你要告诉他，没有他你也可以过得更好。可你现在摸摸自己的良心，没有他，你能过得更好吗？啊？我能，我求求你再相信我最后一次，我一定能赚到钱，我能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让我们过幸福的日子，好不好？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样赚钱？怎么样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赔偿，是赔偿，他一定是不甘心我离开他，他才这样做赶我回去的。他心里还有我只要问他要钱，他不会不给我的。江姐，你相信我，我只要问裴哲要钱，他一定会给我的。好啊，那等你要到钱，再回来找我吧。江姐，裴总，一切都不出您的所料，我们一把苏荷出轨的消息爆料出去，您的风评立马得到了扭转。现在网上所有人都很同情您的遭遇，并且对之前遭受的网暴深感歉意。公司出现的危机也全都烟消云散，而且市值还出现了飙升的趋势。裴哲，苏荷，你是不是疯了？裴哲，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的曝光，我和江姐，我们两个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我当然知道，我要是不知道，我能曝光吗？我要的就是这种结果。我一下子我签了上百家品牌方，违约金加起来都有上亿了。裴哲，必须给我们违约金和精神损失费。这些话是谁教给你的？是江景吧？这就是你找的好男人，出了事情他让你一个人扛着，他躲在背后看热闹是吧？你也别在我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你很清楚，你们把我害得有多惨你也清楚，我不可能再给你们擦屁股。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我现在该受的惩罚我也受到了，我该遭的网暴我也遭到了，我怎么还得上这么多的违约金呀？你就看在我们结婚5年的份上，你帮帮我好不好？我向你保证，你给我解决了，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你想都别想，你真把我当冤种了。你跟我在一起的这些年，我没少，赶紧滚，别逼我对一个孕妇动手。苏小姐，请您出去，不然我就叫保安了。好，裴哲，算你狠。江姐，对不起，我没能要到钱，但我保证，我以后够了！苏荷，我妈已经死了，
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要来祸害我？为什么要跟我生什么孩子？要不是因为你，我妈现在已经在做手术了。强姐，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这样。闭嘴！你这个毒妇，你还想说什么？你还想祸害我不够吗？裴成那么好，他那么有钱，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好在一起？为什么要来纠缠我？强姐，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地步。苏荷，你给我听好了，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小姐，救我！别走啊！求求你，我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你不能不夸我啊！你还让我怎么帮你？我现在身上但凡有1分钱，都会被那些要债的追去，你还让我怎么帮你？小姐，求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这，老公，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抛弃我。别乱叫，咱俩早就离婚了。阿成，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你会帮我的，对不对？我现在因为肚子里的孩子病得很重，阿成，你会出钱帮我治的，对不对？你还爱我，对吗？我向你保证了，等我好了以后，我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搞暧昧，我会一心一意的爱你。可惜啊，我早就不爱你了。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看你的下场。我不相信，你不爱我，你为什么同意我跟江姐试管要个孩子？你不爱我，你为什么给我找这么专业的医疗团队，那么精心的保护我和？我明白了，你是故意的，你故意找的医疗团队，你故意这么做的，你是想，我想让你死。